订牛奶半年，我只喝到过5次，剩下的全进了隔壁大妈的肚子。我装了摄像头，她戴口罩来偷，我提前起床去拿，她比我还早。最后我只好使出绝招，货到付款。本以为万事大吉，7天后，物业经理一脸凝重地站在我家门口，他递给我一张纸，上面写着4个字，让我当场石化。我搬进这个小区半年，为了早上能多睡会儿，订了鲜牛奶。送奶工每天早上6点前会把奶放进门口的奶箱。我习惯7点半起床，起床后洗漱完，打开奶箱，空的。一开始我以为送奶工忘了，打了个电话过去问，对方很肯定地说送了。你放心，这个小区我送了3年，从来没出过错。也许是邻居小孩淘气拿走了，可第2天奶箱还是空的，第3天依旧是空的，我有点火了。连续3天，这不正常。我跟送奶工说，明天你送完奶给我发个消息。他说好。第4天早上，我被手机震动吵醒，不到6点，送奶工发来消息，我立刻起床，冲到门口，打开门，奶箱是空的，门外的声控灯还亮着，空气里有一丝没散尽的凉意。这说明有人在我收到消息到开门的这几10秒内拿走了牛奶。谁会这么无聊？而且天天如此。我决定装个摄像头，网上下单，第2天就到了。我把摄像头装在门上方的角落里，位置很隐蔽，可以清晰拍到我家门口和对门的一片区域。我连上手机 APP 设置了移动侦测报警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感觉心里踏实多了。我想看看到底是何方神圣对我家1瓶牛奶这么执着。第5天早上，手机准时在5点50多分震动了一下，是移动侦测的推送。我立刻点开 APP， 实时监控画面里出现一个身影，那人很熟悉，是住我隔壁的王大妈。她退休了，平时很热心。我刚搬来时，她还送过我一盘饺子。见我一个年轻人，总是嘘寒问暖。小李，工作忙也要注意身体呀。小李，谈朋友了没有？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他。画面里，他穿着睡衣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戴了一个大大的蓝色口罩，几乎遮住了半张脸。他走到我家门口，动作娴熟地打开我的奶箱，左顾右盼一下，然后拿出里面的牛奶，迅速转身回了自己家。整个过程不到10秒。我看着手机屏幕，人有点懵。真的是他？我把视频往前调，他好像知道摄像头的位置，眼神刻意避开了这边。戴口罩也是为了遮挡，他知道这是头。我心里一股无名火升起。我把你当热心长辈，你把我当傻子。1瓶牛奶不值几个钱，但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我保存了视频，证据有了，但直接找他对质，我有点犹豫，毕竟是邻居，撕破脸了，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多尴尬。而且他年纪大了，万一我说中了，他心脏病犯了怎么办？我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打算比他更早。第2天，我定了5点半的闹钟，天还没亮我就醒了。我没开灯，悄悄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楼道里一片漆黑，只有远处安全出口的绿光悠悠地亮着。我耐心等着。5点45分，我听见送奶工熟悉的脚步声和玻璃瓶碰撞的轻响，声音在楼道里很清晰。送奶工在我门口停下，打开奶箱，放入牛奶，关上，然后他走向下一户。我等他的脚步声走远，心里默数10个数，然后我猛地拉开门，门口空无一人，奶箱也是空的。我愣在原地，怎么可能？我一直盯着猫眼，根本没看到有人过来。我立刻回头看手机，摄像头 APP 没有任何移动侦测的报警。我反复检查 APP 设置，没问题。我调出刚才时间段的录像，画面一片漆黑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明白了，他了解我家这边的摄像头角度。他从另一侧楼梯上来，蹲着身子，处在摄像头的死角里，然后悄无声息地拿走了牛奶。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就趴在楼梯拐角等着，等送奶工一走，他就立刻动手，所以才会在我开门前就完成这一切。我感到一阵寒意，这不是简单的贪小便宜，这是一种病态的执着。他为了这瓶牛奶费尽心机，算计时间，算计路线，甚至可能连我的作息都摸透了。我一个天天加班的年轻人，怎么可能斗得过一个把全部心思都花在这上面的退休大妈？下午下班，我在电梯里碰到了他。小李回来了。他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，一脸慈祥，手里还提着一篮子菜。王大妈买菜去了。我强迫自己挤出一个笑容。是啊，晚上给你张叔做点好吃的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长辈的关爱。我看着他那张笑脸，怎么也无法和凌晨那个戴着口罩、鬼鬼祟祟的身影联系起来。这种人太可怕了。我决定放弃和他斗智斗勇，直接撕破脸。我还是觉得不妥，万一他倒地上1哭2闹3上吊，我根本说不清。报警，为了1瓶牛奶，警察来了也只会和稀泥。我思来想去，我不是要证明他偷了我的奶，我只是想喝到我花钱订的奶。既然他的目标是奶箱里的牛奶，那我就让奶箱里没有牛奶。我掏出手机，找到了牛奶公司的客服电话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也是最后一个办法。我对客服说，我要更改我的牛奶配送方式。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不想让送奶工把奶放奶箱了。
是奶香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，我不想要预付费了，我想改成货到付款。先生，我们大部分客户都是预付费包月或者包年的，这样比较优惠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我不怕麻烦。我想让送奶工每天早上送到的时候直接敲门，我当面付钱取奶。先生，这样的话您需要每天准备好零钱，而且送奶工早上配送很忙，可能没法在固定时间敲门。没问题，我接受，大概时段就行，6点到6点半之间，我都在家等。为了喝到这口奶，我愿意早起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为您备注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为您提供货到付款服务，单次结算。谢谢。我挂了电话，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。我承认我输了，我斗不过一个心思缜密的惯偷，我只能用这种最笨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来保卫我的牛奶。货到付款，他总不能从送奶工手里抢吧？他总不能替我付钱吧？想到这里，我甚至有点期待明天早上的到来。我想象着王大妈像往常一样鬼鬼祟祟地摸到我的奶箱前，打开空的，她会是什么表情？是失望还是愤怒？会不会以为是送奶工忘了送？然后她日复一日地打开那个空空的奶箱，最终意识到她的免费牛奶没了。这种感觉比当面戳穿她更让我觉得舒畅。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好。第二天早上我6点钟准时醒来，没有定闹钟。我走到客厅泡了杯茶，坐在沙发上等。6点15分，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，3下很有节奏。我走过去，通过猫眼看了一眼，是送奶工。我打开门，您的牛奶。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零钱递给了他。以后每天都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应该的。送奶工憨厚地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我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看着手里的牛奶瓶，瓶身冰凉，还带着外面的湿气。我拧开盖子，喝了一大口，一股浓郁的奶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我有多久没喝到了？半年，180多天，我只喝到过5次，这是第6次，是我靠自己的智慧和妥协换来的。我拿着牛奶走到窗边，天色已经蒙蒙亮，楼下有早起锻炼的老人，一切都那么平静。我打开手机看了眼摄像头，就在我关门后不到1分钟，王大妈的身影果然出现了。她还是那副打扮，戴着口罩，轻手轻脚地走到我家奶箱前，熟练地打开，然后她愣住了，她的手在奶箱里摸索了很久。空的。她关上奶箱，又打开，还是空的。她直起身子，茫然地站在那里，似乎在思考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她甚至走到楼梯口看了看，又回来，最后她不甘心地离开了。我看着监控录像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这一天我心情特别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每天早上6点多，送奶工都会准时敲响我的门，我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然后喝着来之不易的牛奶，开始新的一天。每天早上我都会习惯性地打开监控，王大妈总会在送奶工走后几分钟出现。她每天都坚持不懈地打开我的奶箱，然后失望地离开。我甚至觉得她有点可怜，但一想到她之前的所作所为，这点可怜就烟消云散了。我没有拆穿她，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我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们依旧在电梯里相遇，她脸上的笑容明显少了，看见我只是勉强点点头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怨怼和探究。我猜她一定在想，我到底用了什么办法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和往常一样跟她打招呼。王大妈，早上好。她不咸不淡地嗯一声。电梯里一片寂静，我觉得这种状态很好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我的世界清静了。这种平静的日子持续了1个星期，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么过去，我以为我和他之间关于牛奶的战争以我的曲线救国而告终。我太天真了，我低估了一个伟人的下限。第7天的下午，我正在家里加班写方案，门铃响了，我以为是外卖，起身去开门。门口站着的是物业经理，姓刘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平时很少打交道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穿着保安制服的人。刘经理，有事吗？我有些意外，刘经理的表情很严肃，甚至说得上是凝重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我，那种眼神像是在看一个犯罪嫌疑人，让我很不舒服。小李是吧？他终于开口了，语气很官方。是我。有点事需要跟你核实一下。他说着，从身后的保安手里拿过一个文件夹，从里面抽出一张 A4 纸，递到我面前。你先看看这个。他的表情像是法官在宣布判决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我接过那张纸，纸是打印的，上面是几行加粗的黑体字，标题写着关于要求邻居李某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申请。李某就是我，申请人王某某就是隔壁王大妈。我愣住了，精神损害赔偿？他凭什么让我赔偿？我继续往下看申请理由，当我看到最后那部分用手写的力透纸背的4个字时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中，当场石化。那4个字是断我口粮。我拿着那张纸，手都开始抖，这简直是我这辈子听过最荒谬的指控。我仔细看完了整篇申请，内容写得声泪俱下。王大妈在申请里说，她是一个孤苦无依的退休老人。半年前，她发现邻居家的奶箱里每天都有一瓶爱心牛奶，她以为是社区给特殊人群的福利，或者是年轻人订多了喝不完分享出来的。本着不浪费粮食的原则，她每天都帮忙处理掉。她说这半年来，这瓶牛奶已经成了她唯一的营养来源，是支撑她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。然而就在1周前，这个年轻人也
就是我，无情的、恶意的中断了这份爱心供应，导致他连续1周没有摄入足够的蛋白质，精神恍惚，食欲不振，夜不能寐，甚至引发了他的高血压和心脏病，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损害。因此，他强烈要求我立刻恢复牛奶供应，并且赔偿他精神损失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，共计5000元。我看完气得说不出话，我感觉自己不是在看一份投诉申请，我是在看一本荒诞小说。这牛奶，帮忙处理！精神支柱，断我口粮！一个人怎么可以无耻到这个地步？把偷窃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理直气壮！我张了张嘴，发现声音都是哑的。你都看完了？这太可笑了！他偷我的牛奶，还反过来告我！我举起手里的纸。小李，你先别激动。王大妈那边说，她不知道那是你订的，她以为是社区福利。知道，他戴着口罩，躲着监控偷，他会不知道？监控？刘经理愣了一下。对，监控，我有证据，我每天的监控录像都存着。小李，这个事先不急。怎么不急？这是诬告！我们今天来，不是来判定谁对谁错的，我们是来调解的。刘经理的语气缓和了一些。王大妈年纪大了，情绪很激动。她说，如果你不恢复供应，她就去你单位闹，或者从楼上跳下去。我浑身一震，危险，这是赤裸裸的危险。邻里邻居的，没必要把事情搞这么僵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王大妈那边我们去安抚，你这边态度也软化一点，毕竟是长辈。我怎么软化？我给他钱，还是继续让他偷我的奶？我感觉自己的三观正在被按在地上摩擦。你就当发扬风格，每天多订1瓶奶送给王大妈。凭什么？就当尊老爱幼了嘛。1瓶奶7块钱，1个月也就200多，花钱买个清净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着刘经理那张和事佬的脸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他不是来主持公道的，他是来维稳的。王大妈是个不稳定因素，是个麻烦，而我是个讲道理的、可以妥协的年轻人，所以他就选择牺牲我的利益来平息这个麻烦，因为这样成本最低。我心里涌起一股巨大的悲凉和愤怒。这个世界不是谁有理谁就赢，而是谁更豁得出去，谁更不要脸谁就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看着刘经理，一字一句地说：调解是吧？可以，时间、地点。刘经理似乎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想通了，脸上露出一点轻松的表情。明天上午10点就在社区活动室，到时候社区调解员也会在。我一定准时到。刘经理满意的走了。我关上门，背靠着冰冷的门板，缓缓滑坐到地上。我看着手里的那张 A4 纸，断我口粮。这4个字像毒蛇一样钻进我的脑子里。我笑了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你想玩是吧？我陪你玩到底。我花了一整个晚上做准备，这不是一场关于牛奶的战争，这是一场关于尊严和底线的保卫战。我不能输。首先，我把这半年来所有的牛奶订购记录和支付凭证都导了出来，打印成册，一共180多天，每天不落，这是物证。然后我把摄像头里所有拍到王大妈偷奶的视频全部下载到了电脑里，从她一开始不戴口罩，到后来戴口罩，再到她躲避摄像头的死角，每一个片段我都剪辑出来，按照日期和时间排好顺序，做成了一个长达10分钟的纪录片。我还特意给这个视频起了个名字，一个惯偷的自我修养。我还准备了一个 U 盘，把所有视频拷了进去。接着我给牛奶公司的客服打了电话，我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派一名工作人员明天陪我一起去社区，证明我的订奶和付款模式的变更。客服一开始是拒绝的，但在我暗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服务问题，比如没有保护好客户财产而向媒体曝光后，他们同意了。他们会派当初那个送奶工带着工作证来为我作证。最后我上网查阅了大量关于宿棍和邻里纠纷的案例，我学习了如何在调解中保持冷静，如何有理有据地陈述事实，如何不被对方的情绪绑架。我甚至为明天的调解会在脑海里做了一次完整的预演。我设想了王大妈可能会有的所有反应，哭闹、装病、撒泼、倒打一耙，然后针对每一种反应我都准备好了应对策略。我要让她明白，年轻人不代表好欺负，讲道理不代表软弱可欺。做完这一切，天已经亮了。我一夜没睡，但精神却异常亢奋。我洗了个澡，换上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，对着镜子，我看到了自己布满血丝但异常明亮的眼睛。我对自己说，别怕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你身后站着的是道理这2个字。上午9点50，我拿着我的文件袋走进了社区活动室。活动室里已经坐了不少人，正中间一张长条桌，一边坐着王大妈，她旁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她女儿的中年妇女，另一边坐着2个穿着制服的社区调解员。物业刘经理也在，坐在调解员旁边，周围还稀稀拉拉坐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。我一进门，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。王大妈看到我，立刻开始表演。她用手帕捂着胸口，一副随时要喘不上气的样子。她女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眼神像刀子。调解员开口了：“你就是小李吧？坐吧。”
我拉开椅子，在长桌的另一端坐下，把文件袋放在桌上。送奶工小哥还没到，我需要等他。调解员清了清嗓子，人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王大妈，你先说一下你的诉求。王大妈的女儿扶着她，抢先开口了，声音尖锐又响亮。我妈的诉求很简单，她一个老人家，身体不好，就指望每天早上喝口热牛奶补补身子。结果呢，这个年轻人心肠歹毒，说断就断了。我妈这1个礼拜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着，高血压都犯了。我们要求她必须赔偿，赔偿5000块钱精神损失费，1分都不能少，而且必须马上恢复给我妈订奶。整个活动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看着我。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开始窃窃私语：这年轻人是过分了点，对老人怎么能这样？就是啊，1瓶奶才几个钱。我能感觉到那些不赞同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。我没有立刻反驳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王大妈的女儿表演。等她说完了，调解员才转向我。对于王大妈家属的说法，你怎么看？我还没开口，王大妈开始了她的部分。我苦啊，我一个老婆子无依无靠，就想喝口奶，有什么错？我以为是国家给的福利，我要是知道是这小伙子的，我肯定不能拿呀。她一边哭一边偷偷从指缝里观察我的反应，演技堪称一绝。王大妈，您先别哭，我们一件一件说。首先，我想澄清一点，您口中的爱心牛奶或者国家福利，是我个人用我自己的钱逐月订购的商品，这是我从半年前到现在的全部订购和支付记录，上面有我的名字、我的手机号和我的房号，一共183天，总计1281元，全部由我个人支付。调解员和刘经理都凑过去看，王大妈的女儿也探头看了一眼，脸色有点不自然。其次，您说您以为是福利，不知道是我的，这一点我无法认同。您每次拿牛奶都是在清晨5点50到6点之间，这个时间大部分人还在睡觉，您戴着口罩，还刻意避开我门口的监控摄像头。如果真是拿福利，需要这么小心翼翼吗？你血口喷人！我妈早起锻炼身体，戴口罩是防感冒，什么监控我们都不知道。不知道，我今天正好把一些锻炼身体的片段带来了，大家要不要一起欣赏一下？我话音刚落，活动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送奶工小哥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，来晚了。他穿着工作服，胸前还挂着工牌。我朝他点点头，没事，来得正好。我的援军到了。我看着对面的母女俩，他们的脸色已经开始变了。小哥，麻烦你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为什么要改付款方式？送奶工小哥点点头，清了清嗓子。因为这位先生跟我反映，他订了半年的奶，几乎天天都丢失，所以他才要求改成我亲自上门，他当面付款。一句话直接戳破了爱心牛奶的谎言，周围邻居的议论声开始转向了。原来是偷啊！我就说嘛，哪有这么好的福利？王大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她女儿的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。没有偷，我就是看奶箱里有，我才拿的，放在那儿没人喝，不是浪费吗？她开始耍赖了。我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我以为是我自己订的，忘了。这理由找的连他自己都不信。你记性不好，没关系，我帮您回忆回忆。我站起身，走到活动室角落的电视机旁，我拿出 U 盘，插进电视的 USB 接口。刘经理，麻烦把遥控器给我用一下。我打开电视，切换到 U 盘模式，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文件夹。我用遥控器点开了那个名为《一个惯偷的自我修养》的视频文件。视频开始播放，第一段是半年前的没有戴口罩的王大妈鬼鬼祟祟地走到我家门口，拿出牛奶，迅速离开。第二段几天后，她开始戴上口罩。第三段1个月后，我安装了新的摄像头，她开始从楼梯的另一侧以一个极其猥琐的姿势蹲着爬过来，完美避开了监控主区域，只拍到了一个背影，一段接一段，时间、日期都清清楚楚地标注在视频下方。整个活动室里只有视频里轻微的声响，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。看热闹的邻居们嘴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调解员的表情从严肃变成了震惊，刘经理的额头开始冒汗，王大妈母女俩脸色惨白如纸。王大妈的身体开始摇晃，她女儿赶紧扶住她。够了，关掉，快关掉！我按下了暂停键，屏幕上正好是王大妈戴着口罩，贼眉鼠眼地往摄像头方向瞥了一眼的特写。现在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一个以为是福利、记性不好的老人该有的行为吗？这叫偷，是盗窃，是犯罪。我家不是福利院，更不是垃圾场。我花钱买的东西，没有义务给任何人处理。我改货到付款，只是为了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这有错吗？因为小偷偷不到东西了，就引发了精神创伤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强盗逻辑。今天你们不是要调解吗？好啊，我也要调解。我拿起桌上那张 A4 纸，走到王大妈面前。赔偿可以，把我这半年来183瓶牛奶的钱1281块先还给我。
还有精神损失。我每天早上醒来，想的是怎么跟小偷斗智斗勇，而不是怎么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我因为拿不到牛奶，上班迟到被扣的工资，谁来赔？最重要的是公开道歉，必须在小区业主群、在公告栏公开向我道歉，承认你的偷窃行为，挽回我的名誉。我的声音在活动室里回荡，掷地有声。王大妈看着我，嘴唇发紫，浑身发抖。突然，她眼睛一翻，直挺挺地向后倒去。你怎么了？快打120！刘经理慌了神，掏出手机开始拨打120。2个调解员也手忙脚乱地围过去，周围的邻居有的喊，有的往后退，生怕沾上关系。你害的！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！我冷冷地站在原地，看着这出闹剧，装病。这是我预演过的戏码之一。我太了解这种人了，当道理说不通，证据确凿时，他们最后的武器就是自己的身体，用弱者的身份进行道德绑架。我没有动，我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。如果他真的有事，救护车会来；如果他是装的，那这场戏总有演不下去的时候。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2个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冲了进来，简单检查了一下。谁是家属？我是他女儿。病人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史，现在是情绪激动导致的短暂性昏厥，没什么大碍，先送医院观察一下吧。医生的话印证了我的猜想，没什么大碍。王大妈的女儿一边哭喊着杀人了，一边跟着担架往外走。经过我身边时，她还想伸手抓我，被保安拦住了。一场轰轰烈烈的调解会就这样以救护车收场。人走了，活动室里安静下来，剩下的邻居们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同情，有解气，也有几分畏惧。刘经理擦着汗走过来，小李啊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刘经理，今天发生的事所有人都看到了。监控视频我也已经提交给了调解员，我的诉求刚才也说得很清楚：1. 赔偿我的牛奶钱；2. 公开书面道歉。如果这2点做不到，那我们就法庭上见。别走到那一步，邻里之间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有没有必要，不是我决定的，是盗窃者和诬告者决定的。我收好我的文件和 U 盘，转身就走。我不想再跟这些人多说一句话，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。这场战争从他递交那份可笑的申请开始，就已经没有退路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我回到家，把自己摔在沙发上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，一阵疲惫感涌了上来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们可能会继续撒泼打滚，也可能会就此罢休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做了我该做的，我守住了我的底线。下午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喂，是李先生吗？我是，您是？我是王大妈的儿子，我叫张伟，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听说了这件事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歉意。李先生，对不起，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，我没有管教好我的母亲，给您添了这么大的麻烦。我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我爸，他其实人不坏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有点糊涂，爱贪点小便宜。张先生，这不是贪小便宜，连续半年，每天处心积虑的偷盗，被发现后，非但不知悔改，还伙同家人诬告我，向我索要精神损失费，这不叫贪小便宜，这叫人品败坏。电话那头沉默了，我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。您说的对，是我说错话了，我为我母亲和我妹妹的言行向您郑重道歉。我看了您在社区播放的视频，也看了那份申请书，我替他们感到羞愧。李先生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您所有的损失，包括牛奶的钱，还有您误工的费用，我们双倍赔偿给您。另外，我会让他写一份道歉信，贴在楼下的公告栏，您看可以吗？他的态度很诚恳，和他的母亲、妹妹完全是2种人。我想了想，我的目的不是为了钱，也不是为了让他身败名裂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，一个道歉。那就不必了，把牛奶钱1281块转给我就行，这是他该付的。至于道歉信，我需要看到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太感谢您的宽宏大量了，等我处理好医院的事，我一定亲自登门道歉。登门就不必了，我只希望以后能安安静静的生活，不要再有任何人来打扰我。我明白，我保证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事情似乎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有一个明事理的儿子，或许是王大妈这辈子最大的幸运。第2天上午，我的手机收到一条转账信息，1281元，来自张伟。下午，我下楼扔垃圾，看到公告栏里贴了一张新的 A 纸，是一封道歉信，用打印机打的，下面有王大妈歪歪扭扭的签名和红色的手印。信里，她承认了自己半年来的偷窃行为，并对给我造成的困扰和名誉损害表示了深刻的歉意，恳请我的原谅。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，很多邻居路过都对着那封信指指点点。我赢了，我用我的方式打赢了这场荒唐的战争，我应该高兴的。
但不知为何，我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我只觉得累，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。那封道歉信在公告栏贴了1个星期，成了我们这栋楼最大的新闻。王大妈再也没出过门。我听说她女儿把她接回自己家去住了。张伟给我发过一次信息，再次表达了歉意，并说房子准备卖掉了。我回了一句祝好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。每天早上，宋奶公准时敲门，我喝着属于我的牛奶，再也不用担心奶箱是空的，再也不用打开监控看那些糟心的画面。楼道里安安静静，电梯里再也遇不到那个让我不舒服的人。我获得了我想要的清静，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。我开始变得多疑。对门的邻居早上出门跟我热情地打招呼，我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。楼下新搬来一户人家，给我送了些水果，我笑着收下，关上门就把水果扔了。我害怕那一张张笑脸背后藏着另一副面孔。我害怕所谓的热心和善意只是为了下一次占便宜做铺垫。王大妈走了，但她像一个幽灵住进了我的心里。她让我看到了人性最丑陋最无赖的一面，也摧毁了我对邻里关系最后一点美好的想象。这个小区我住不下去了，我开始在网上看房子，我想搬家，搬到一个更远更新更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。我跟朋友说起这件事儿，朋友很惊讶。啊，你不是赢了吗？把那个老太太都斗走了，你干嘛要搬？是啊，我赢了，可我赢得太累了。为了证明我没有错，我熬了一整夜找证据，想对策，想准备一场官司。为了拿回我1瓶7块钱的牛奶，我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是刺的斗士。我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，我不想每天都要提防着下一个王大妈会不会出现。我理解你，有句话叫惹不起躲得起，有时候离开是最好的选择。是啊，惹不起我躲得起。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找好了新的房子，签了合同。打包行李的那天阳光很好，我把东西一件件装进箱子。最后我看到了那个我安装的摄像头，我把它拆了下来，放回了原来的盒子里。我不需要它了，我希望在新的地方我永远都用不上它。搬家公司的车停在楼下，我拖着最后1个行李箱走出房门。我回头看了一眼这间我住了不到1年的房子，这里有我加班的疲惫，有我对生活的憧憬，也有一场让我筋疲力尽的战争。我关上门，转身走向电梯。新家在一个很新的小区，邻居们似乎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年轻人，大家在电梯里遇到会礼貌的点头，但没有人会过度热情的打探你的私生活。这种距离感让我觉得很舒服。我没有再订牛奶，我买了一个小冰箱，每周去超市采购一次，酸奶、纯奶，各种口味塞得满满的。早上起来从冰箱里拿出一盒，站在宽敞的阳台上，看着远处的高楼和天空，那种感觉踏实又自由。我再也不用担心冰箱里的东西会被人偷走。有时候我会在深夜里想起王大妈，想起她戴着口罩的脸，想起她女儿尖锐的嘶吼，想起那张写着断我口粮的 A4 纸。那些画面像一场噩梦，但我已经不会再感到愤怒或者悲凉。我只是觉得那是一堂课，一堂关于人性、关于社会，也关于我自己的昂贵的课程。它教会我善良需要带点锋芒，它教会我退让换不来和平，它也教会我当一个环境让你感到窒息时，勇敢的离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。有一天，我以前的朋友给我发来一张截图，是我们原来小区的业主群，有人在讨论隔壁那套房子，说新搬来的住户家里养了条大狗，每天早上5点多狗就要出门，在楼道里大叫，吵得整栋楼都睡不好。新住户是个不好惹的年轻人，谁去说他就跟谁吵，物业出面也没用，群里怨声载道。有人说真怀念以前住这儿的那个小李，多安静多好啊。下面一堆人附和，我看着聊天记录笑了笑，然后关掉了手机。外面的阳光正好，我喝完最后一口酸奶，起身准备去附近的公园散步。楼下的樱花开了，我想去看看，我的生活也该翻开新的一页了。